一周的日记。这怎么下到这种程度的？好厉害！哦，我在幻想它这个夏天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把这雪都化掉。我跟你讲，化雪的时候特别冷。我知道呀。还想一辈子在这个地方。啊，你不想？我觉得好漂亮。你说今年我们看过那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漂亮的。还是不行。你坐，我推你。我会害怕。你推我。哎呀，我害怕。没事儿。哦。是狼。我也想到这个。缓缓，你说你是果郡王，是谁？你是谁？我是果郡王。我想到我们去年其实也荡秋千了。去年什么时候荡秋千？你忘了？忘了。带着小丢丢一起。啊，你说在那个小区里面，我给你推，让你试一下。来吧。其实我们俩还可以一起上，它这个很大。一起还是有点恐怖的。来，好，嘿，怎么样？要不要荡高一点？不要。怎么不害怕了？我怕我滑下去。不会的。开心吗？开心。这个秋千好大。你看我们腿都不能弯着。为什么？因为我就碰到地了。那我跟你一起走。让一边，让那边走。走。好。你可以自己蹬一下。如果今天是晴天就好了。今天对我来说已经是晴天，是吗？跟上海比起来。你可以不用蹬地，你看这样，像我这样，就有这个惯性。嘿，走，嘿。现在的后的景色怎么样？很漂亮。其实感觉它这个，因为我们是背对着嘛，就从前面拍也很震撼，然后后面又是底下很多房子，后面很多山。那你们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环境挺真实？我从来一直都觉得挺不真实的，对，感觉像进那种童话小镇。对的。那我们也问一个不太真实的问题。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你想对对方说什么？哎呀，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他对你说什么？我想说，完了，我得深思熟虑一下。你对我没有话讲了。也不是没有话讲，我是想着要说最后一句话了，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下辈子再见。不要，我想说，你不想有下辈子了？不是，因为这辈子要最后一天了，肯定要得说一点特别想说的话了。如果非要是就是我们俩最后一句话的话，我代入一下，觉得有点难过。我也是。我会说，特别感谢遇到你，然后非常喜欢你。信用杀 Q， 讨厌！你把我的这个煽情时刻打破了。我不，说实话是他打破的。
因为老是会有别人干扰。像今天我就跟他讲这话，他看小鸟，看哥哥，我容易分心。觉得安全感是什么？我觉得安全感就是你知道有一个人永远都会陪在你身边。对，我也觉得，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比如说我老是发脾气，然后你就跟我说好了，没事了，不用生气了，这种，对吧？就是安全感，就是知道有一个人会一直陪着你，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依靠。最有安全感的时刻，最有安全感的时刻就是，我特别难过、特别伤心的时候，然后看到王一坐在边上。看，这是为你打下的江山。来，江呢？怎么只有山？这是为你打下山，这怀里靠一靠吧。哎呀，别这样。来吧，画一个。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想对你说，希望下辈子还能和你遇见，和你一起生活，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要睡觉了，你给我念个睡前故事吧。好吧。你想听什么？随给你讲一个美女与野兽的。也行。你知道我小时候，有那种点读的，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没有，我特别羡慕别人有那个点读机，是吧？这是我妹妹的，就是她把书放在里面一点，她就可以念故事。我小时候就是最喜欢的迪士尼的故事就是《美女与野兽》。从前，城堡里住着一位脾气暴躁又自私的王子。一个冬夜，一位老婆婆来到城堡，献给王子一朵玫瑰，请求王子让她进去躲避严寒。王子看她又丑又脏，便要赶走她。谁知老婆婆竟然是一位仙女变的，她将王子变成了一头野兽。光环渐渐散去，野兽竟变成了一位英俊的王子。同时，城堡里的仆人们也都恢复了人形。王子和贝儿深情地凝望着对方，幸福极了。这次我们来到了具有雪景童话别称的禾木，这里的冬天十分漫长，但这里也因为皑皑的白雪而变得浪漫无比。抬头望去是晴朗的夜空，远远眺望是无边无际的雪山。此时此刻，为了衬托这样的美景和氛围，我们在温暖的房间里为大家准备了几本童话书。小时候我们看童话看的是书中圆满的结局，今天我们看童话看到的则是通往现实世界的桥梁。放在你们床头的这几本童话书分别对应着今天对谈的不同话题，请跟随着童话故事敞开心扉，并根据书后的问题来聊一聊你们相处中的一些感受吧。现在可以翻到刚刚读的这本童话书《美女与野兽》的背面，开启第一个童话话题。
在拥有幸福圆满的结局前，贝尔和王子两个人听到了来自外界的声音，那些世俗的、偏执的、近乎指责的。但是因为两个人在精神上的高度共鸣，并且能够坚定地选择彼此，他们可以共同去突破这些陈规与厚重的阴墙。相信你们在下定决心选择彼此时，也听到过很多外界的声音。那么你们二位当初义无反顾选择彼此的原因是什么呢？什么呢？什么呢？选择对方是什么原因？你没有想过不选择我？没有，从来没有。因为主要是我觉得选你是因为，也不能说选你吧，就是一个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初心。保持自己的初心。对啊，你不能就是因为别人就是那为什么会成为你的初心？为什么成为我的初心？也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哦哟，干嘛？具体讲讲。具体讲讲。因为对方什么身上的某种特质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以前觉得他很可爱，就是觉得因为他可爱，所以想要跟他接近。说实话，还是要感谢一下身边的成员们，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本来就是普通朋友，然后大家就会说，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干嘛干嘛干嘛，然后我觉得你们俩关系很好啊，然后你们可以干嘛干嘛干嘛，我们俩就是慢慢成为就是对方不可分开的一个就是人吧，就是觉得你人好嘛。就有时候就靠一种感觉，你知道吗？我不知道，需要你讲出来。因为喜欢跟你一起相处呀。那你呢？因为外界的声音也挺多的，但是觉得也是初心嘛，因为我们就是就在最艰难的时候，就是陪伴在彼此身边，就是这样的感情不可能轻易就是被外界的声音影响的。其实，在《美女野兽》的故事里面，有一段很多村民还想要救走贝尔，就想要反对他们的这个故事。其实我相信，在你们两个相处过程中，也是有这样子的存在的。确实。然后呢，我觉得可以统称他们为黑粉。然后我们收集了一些黑粉良性。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先拿一个吧。你拿一个，我拿一个。我填的这个，先看你的。你们觉得你们能走到今天的位置，是因为现在的环境吗？你们觉得你们能走到今天的位置，是因为现在的环境吗？我们不是因为这个环境才走到一起，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走到了这个位置，才改变了这个环境。好看第二个。你们每次都在粉丝面前摇耳朵，是在摆拍吗？还是真的在说什么悄悄话？那是真的在说悄悄话。对，说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如果被就是粉丝拍下来，完蛋了。真是，那有时候也会故意说一些很搞笑的，就是因为太搞笑了，就是有一些不正经的话，只能就是悄悄咪咪说。主要因为我们每次出去旁边人太多了，没办法，只能说悄悄话了。就比如说，我会说，周诗雨。然后呢？神经病，就这种。我会说，你牙齿沾口红了，这是能播出的啊。对，就类似于这种。再看一个，你们有没有觉得对方和自己和别人的 CP 比自己好磕？觉得呀，对方和别人的 CP 比自己好磕。什么叫对方和别人？你和别人的 CP 比自己好磕，怎么可能？对，什么来信？最后一个了，是吗？你觉得第一重要还是对方重要？啊，第一重要还是对方重要？什么？最佳拍档呀，这是最佳拍档的综艺，忘记了。那肯定是对方重要。对啊，因为我们一开始失忆过一次，根本没有，是第一次得第一，之前没得了。而且之前开始第一次最佳拍档的时候，我们也没参加。一开始没参加，就是觉得，那会儿一个是我要上学，就是没时间；还有一个那会儿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反正各种事情嘛。而且也不想说，就是把我们的关系，就是太暴露在大家面前，
就会想考虑的比较多。然后第2次的时候参加了，就是想着我们两个有更多的体验嘛。第2次参加了也失败了，其实当时失败的时候伤心，也是因为觉得粉丝付出了很多，然后就是因为就是有这些遗憾在。但是呢，第一不第一的话，肯定是没有对方重要的。我小时候最喜欢看哆啦 A 梦的有一篇，就是他把那个面包印在上面狂吃。我小时候没看过哆啦 A 梦的书哎。哆啦 A 梦这个要体验珍贵鸡。什么叫体验珍贵鸡啊？你知道吗？噔噔噔噔噔噔，体验珍贵鸡。哆啦 A 梦还是蛮有意思的。对的，主要是哆啦 A 梦很可爱，真会想。我觉得他想的这些小点子，就是我们平时也不会想那么多，就是很有意思。对，哆啦 A 梦和大雄不论产生了什么样的矛盾，都可以积极化解。一些快乐和难过的经历编织成了他们之间任何人都不可替代的友谊。从他们的相处中，能够让我们明白，友情中快乐是常事，不快乐更是常事。在生活中，即使没有任意门，也没有竹蜻蜓，但只要互相信任、互相谅解，就没有辜负彼此。那你们相处中是如何面对摩擦，又是怎样收获快乐的呢？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吧。摩擦，其实我们经常吵些小架。对，几乎来这里从来没有吵过了。有时候也不是吵架，是有那个争执。对，以前可能还会吵得更大一点，现在根本不会。以前就是可能还没有那么熟悉，还没有磨合好。对。有没有就是说他自己就把你惹得不开心过？好，太多了啊，那也是的。因为就比如说有一次，其实也不是我的问题，但是他就是吃醋了，然后呢，我跟他解释了，他不听，就是而且是非常小的事情，他就是不听，然后他也没有想到我会接受不了，然后我也生气了，然后我就非常生气，我说我讲了，你为什么不听呢？就是明明不是一件什么大事情。后来他发现没有想到我生气了，他意识到了，然后就跟我讲清楚了，但其实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这次就是来这里吧，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磨合的更好了，就是有问题就提出来，然后互相说好的，就是这次有什么问题了，好的，一定要改，就算下次也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只要就是跟对方，首先第一反应不是要反驳，就是不是要吵架，要反驳对方，也就是从对方的角度真正的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收集了一些你们之前就是压开两批里面一些大家不为人知的那些故事的截图，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抽一个。我一抽就是这个呢，怎么？这是什么事？其实我都忘记了，因为我不记仇，我只记得你惹我生气了。其实我也不记得了，就是他惹我生气了，买了一束花还是一个蛋糕，然后上面插了一个卡片，然后我觉得特别可爱，他写了别生气了，然后主要是这个别生气的4个字上面写着非常的就是那种小学生文笔。对的，小孩子写的词，我觉得很可爱。真的以前特别容易吵架，就是而且主要是他比较容易吵架啊！真的你忘了？是你老惹我生气。瞎说！以前是我什么事情就可能会惹你生气吧，但是比如说一些小气，你会变成大气。就是因为你的行为让我这个本来一点生气，后来更生气了。你是最近2年细腻了很多，以前老粗糙了。我在旁边，我的一把鼻涕一把泪了，没事。根本就不知道我已经流过泪了。以前不怎么去观察身边的人和事物，你知道吧？然后现在很敏感。对，现在很敏感。反正具体什么事情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外卖点了一束花，然后我就很着急。21年1月的时候，好久。我还记得有向日葵。因为我记得向日葵花语是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别生气了。还有第2个，今年也希望财神爷爷眷顾我们。其实我当时，等一下，没念完3张，这是23年，这个是22年，2021一起变富有，还艾特我，新年快乐，发了合照。
其实20年这个是个意外吧，因为当年我这个词，就当年我们正好一起跳了一个跨年的，也不是正好吧，就是说好。而且那个时候是我们诗情画意刚开始，就是有一些，就是有这个名字，有这个东西出现，不是有这个东西出现，这个组合有点小小的那种，有几个小粉丝，对，有几个小粉丝。但其实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想着跳一个 unit 一起，关系好嘛，关系刚开始好起来，正好是跨年跳了，所以就朋友圈发上去了。对，发了新年快乐。然后后面的话是因为就是，反正每年都是我发嘛，因为我就是有一种仪式感，像我从几年开始，你以前就很有仪式感。还有呢，你再翻一个，手感实锤，真是无语了。因为这个很搞笑，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关系刚好的差不多的时候吧，然后就是他吃鸡爪，因为我都记得那家鸡爪是哪家店，什么啊？就是一家烧烤店的鸡爪。想起来了，就是那家烧烤店在老中心。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他手好短，跟鸡爪一样长。这什么意思啊？周世宇不是人。我看几年？20年。跟鸡爪没差多少天。4月26号，4月20号，就嘎了6天，嘎了6天，从一个鸡爪变成人都不是了。就是经常，他肯定让我干了一个什么事情。怎么了？忘记了。哎呀，以后朋友圈要写日记要详细一点。对啊，周世宇反正我具体记得就是，反正就是你干了一件很雷人的事情。不记得了，再翻一个，翻一个你记得的事情，拿这个黄的怎么样？我刚翻的也是黄的。这是我发的，你是最可爱的猪，好像是我让你发的。对的，是你让我发的，因为当时你好像生气了，对，你跟我赌气，因为我说每次我都是我发朋友圈，你都不发，是这样的，因为我不喜欢发朋友圈。完了之后你发的我心里也还是不得劲，都是我说了你才发，怎么样你都不得劲是吧？对啊，主要我就是平时不爱发朋友圈，说完现在心里也不得劲。